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从香港来的 G 卡230G1 的4缸分油盘的故障测试。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10557。那我们来测试一下，经过30年之后呢，油箱把我们的供油系统包含分油盘喷油嘴它污染的状况这个是自然现象我们现在来进行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标准的出油量应该会在160到170之间。那因为经过30年之后呢，油箱把我们的喷射系统堵塞了。这个是自然现象，就好像我们楼上顶楼的水塔，经过30年之后呢，那它一定里面有很多的脏的东西。油箱就好像我们的水塔里面它提供汽油的地方。那当然有很多脏的东西，会有汽油的胶质挥发掉以后，胶质留下来了。再来就是油箱的铁锈，还有加油站的沙子，把我们的供油系统污染。我们就必须要经过一次的整理，把这个分油盘整修好以后呢，让它的出油量达到标准。好，时间到。关掉电源，关掉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140，第二缸110，第三缸125，第四缸130，跟我们厂方要求的160到170。平均如果说170减掉第三缸、第四缸的130的话，就少了40ml。那少了40ml，如果以百分比来算的话，就大概是在少了30%左右。我们等张大哥整修过之后，我们再来看他的测试结果。这颗从香港来的 G 卡 G230G1 的4缸分油盘，编号10557，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那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大概都落在130还有110之间。那标准的出油量应该在170左右。那我们来看看。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呢，它的出油量是不是达到标准，是不是合乎要求 ？OK， 我们来进行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那在这个分油盘在整修之前，它的出油量平均都少了大概40ml左右，这会造成我们引擎是稀薄燃烧，供油不足，马力不足之外呢，它可能会产生引擎的高温，再来就是它起步无力，因为它有1缸110，一缸130，造成我们的出油量不平均，所以怠速就会抖动了。经过30多年的老兵，它的引擎不会坏，但是它的供油系统就会堵塞。经过我们整修过之后呢，它如果再堵塞的话，应该在20年以后吧。所以说这是必经过程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事实。好，时间到。
关掉电源，关掉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170，第二缸175，第三缸165，第四缸165。那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看下来的误差大概在5%左右。这算成绩相当优秀的。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编号10557的香港来的230G1 的4缸分油盘整修后的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是在测试我们在怠速的时候，它的出尾量是不是平均，是不是稳定。因为这次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误差是越小越好。大哥希望它控制在5%以内，虽然厂方的要求是15%，但是我们希望说它的误差呢能够达到越低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我们现在在做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但是我们看到这颗香港来的230G1 的油压调整器它的这个油管这个部分这个油管这个部分呢它是属于透气管，但是它一直在漏油这个是不是正常的现象？因为它如果漏油的话，那就会造成我们的系统的残压不足，也会有火烧车的危险。所以说这颗油压调整器它应该要更换了。那油压调整器的主要的目的是在作为调整我们整个系统的供油压力因为它漏油的话，就会造成第一个它的残压不足，会造成我们在热车启动困难；第二个它也会有火烧车的危险；第三个呢，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系统的供油压力。所以这颗油压调整器是必须要换掉的。这颗故障的油压调整器大哥已经把它换下来了。那大哥现在换上了是这颗大哥的油压调整器 ，OK， 我们看到这上面有大哥的签名，因为大哥必须要对我所更换的任何零件要负责我们看到这边有大哥的签名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它现在的末端通气管的末端并没有再漏油了因为这个会牵涉到我们火烧车的危险我们必须要注意这方面的，尤其是老车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个编号10557的香港来的G-Car 230G1 的4缸分油盘的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205，第二缸210，第三缸210，第四缸21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测试下来的误差在3%以内成绩算相当优秀。经过大哥整修过这颗喷油盘之后呢，第一个我们要注意，30年的老车油箱是个污染源，我们必须要把油箱里面的滤网还有油箱里面要清干净。第二个因为30年的老车它难免会积碳所以说我们建议，如果在台湾的话，就是用95的高级汽油无铅汽油，以前叫高级汽油。
也就是说辛烷值要稍微高一点。第3个呢，就是我们汽油帮浦旁边这个滤芯呢，类似像这样的滤芯我们必须要随着机油滤芯一起更换，因为我们的油箱不比新车的油箱，它是有铁锈跟其他的杂质很容易产生。那我们希望说它能够保持干净这个整修过之后呢，这喷油盘20年以内不应该再污染所以说它应该要老兵没有凋零它是更加强壮今天的测试就到此结束拜拜喽。